Hello， 大家好，我是柯宁，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可以突破 ChatGPT 限制的插件。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 ChatGPT 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焦点。尤其是推出了最新款的 AI 模型 ChatGPT 4之后，它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能助手。对于 ChatGPT Plus 用户， ChatGPT 4的使用限制是每3小时只能发送25条信息，在一些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或者共享 API 用于网页或者其他应用时，可能会显得不够充裕。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用户的工作效率，甚至导致某些应用功能无法正常运行。为了满足用户更高频率的需求，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办法。那么呢，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开发者开发的是一款可以突破3小时25条限制的插件。通过使用这款插件，您可以在理论上无限制的使用 ChatGPT 4，轻松应对各种高强度的工作和应用场景。这个视频呢将为大家介绍这款突破限制的插件，让您的 ChatGPT 4理论上可以无限制的进行使用。然而，在使用这款插件之前，有一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您进行了解。首先是第一点是安全风险，这款插件可能来自不可靠的来源，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数据泄露、被恶意软件侵入等安全问题。第二，违规行为，使用此类插件可能违反了 ChatGPT 的服务协议，一旦被发现，可能会遭到警告或者封禁的处罚。第三，插件的稳定性，由于这款插件并非是官方推出，其稳定性和兼容性可能无法得到保障，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那么也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使用这款插件之前，请务必认真考虑上述风险，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您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测试，确保插件不会导致系统崩溃或数据丢失。了解插件的开发者背景，确保其来源可靠，遵守相关服务协议，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总之，虽然这款插件为 ChatGPT 4的使用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在使用前请务必权衡利弊，确保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就开始今天的一个视频教程。这个是来自于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标题为现在 GPT 4可以无限次数使用了。因为国内网络和 OpenAI 所带来的门槛，从 ChatGPT 火爆之初，就有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拿着 GPT 3的接口去告诉第一次接触 AI 的人这是 GPT 3.5， 或者是拿着其他的模型说这是 ChatGPT 4。加上 OpenAI 一点也不开放，哪怕官网 ChatGPT 对话页的模型也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反正都是 AI 生成的内容，不明所以的人很难分辨。但是有一点， ChatGPT 3.5 或许可以有的账号可以无限次数使用，但是非常吃算力的 ChatGPT 4一定是收费的，对于花了钱的 Plus 用户也是不例外的。所以在不断的调整下， OpenAI 仅仅给了每3小时25次对话的额度。你说这个额度算多的吗？连续对话25次其实挺多的，但是你要放在3小时内，多次对话共用这个额度，那确确实实是有点不够用的。假如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其实有办法给 ChatGPT 开启不限次数的 GPT 4使用，您会相信吗？因为各种作死号都被封过几次的我，心里还是不信的，但作死还是敢的。一番测试后，结果还真的可以在40分钟内我进行了28次对话。不卖关子了，这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一个可以帮你突破 GPT 4限制的有吼脚本。关于这个有吼脚本，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那么今天的主角不是他，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叫做 ChatGPT 开启不限次数的 GPT 4模板，简介里就一句话，取自 iOS 客户端的 GPT 4模型。这其实给了我作死的勇气。ChatGPT 上架 iOS 已经快过去2周的时间了，和官网 GPT 4不一样，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没有对话限制次数。既然脚本说是搞定了 iOS 客户端的 GPT 4模型，可以套用在官网上，
这个实现逻辑听着就很靠谱，于是开始作死行为，安装并开启脚本后，我的对话页里果然多了一个 GPT-4 摸摆的模型。不过有其他工具挂羊头卖狗肉的前车之鉴，难免会担心这是套牌模型，所以我的分辨是 GPT-4 3.5 还是 GPT-4 的经典3问测试了一下。首先作者是问了一下昨天的当天是明天的什么，小小的逻辑问题，但 GPT 3.5 和 GPT 4的答案是不同的。GPT 3.5 会拿捏不住问题，给出错误的答案，而更具灵性的 GPT 4前面可以轻松答出。然后就是经典的一些算术问题，树上9只鸟，打掉1只还剩几只。然后这边 GPT 3.5 它会按照数学题来计算，给出8只的回答。GPT 4则分了2种情况，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状况以及数学题的答案，很完美了。然后这边就问了一下鲁迅为什么暴打周树人，这个问题是钓鱼执法。GPT 3.5 会开始胡言乱语，给出错误的回答，但更听懂人话的 GPT 4就懂事多了，他们就知道周树人和鲁迅是一个人。经典3问在由猴脚本开启后出现新的模型都能轻松回答正确，但这其实还不能真正说明这是 GPT 4，原因就是模型太多了，比 GPT 3.5 聪明的模型还是有的。怎么才能验证这是真正官方出品的 iOS 客户端的 GPT 4呢？我选择了最粗暴的方案，看代码。虽然今天这个由猴脚本代码不长，咱们也看不懂，不过有不限次数的手机端 GPT 4在啊，不对，现在还是号称不限次，刚好一块测试解惑，让 AI 突破自己的限制，这很合理。但我把由猴脚本的代码扔给 GPT 4摸摆，并让它一步一步逐行解读脚本，回答得很专业，有代码基础的小伙伴们可以轻松看懂，但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术语。没关系，咱们可以让 GPT 4摸摆用更通俗易懂、更多比喻类比的方式讲解，效果很好。到了这一步，其实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脚本到底是做了什么。我用我的理解再和大家好好的盘一盘。访问网页意味着要从服务器那边搞到数据，具体的实现是浏览器内置的 fetch 函数搞定的。其实这个脚本重写这个函数，在服务器把数据返回给浏览器之前，拦截了这些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修改。修改了什么是我想整明白的，这其中就可以搞到猫腻，所以我单独询问了 GPT 4摸摆。用人说话就是这个由猴脚本修改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删掉了摸摆的元素，一个部分是把 GPT 4摸摆给展现出来。这两者验证了一件事情，当我们打开 ChatGPT 对话后， OpenAI 其实一口气把多个模型都扔给我们了，其中标记有移动端信息的模型被隐藏了起来。这个由猴脚本的作用就是把那个标记移动端设备的靶子给删掉了。当我访问 GPT 4摸摆脚本的意图时，它是这么回答的：某些模型被标记为摸摆，表示它是为移动设备设计的，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开发者希望在非移动环境如桌面浏览器中隐藏这些模型，因此脚本就移除了这个标记。真相大白，所以我们能够用这个由猴脚本在官方对话页实现不限量的 GPT 4对话，妥妥的曲线突破。不过换句话来说， OpenAI 给官方对话页上的 GPT 4和手机上的 GPT 4不是一个东西，只是从效果上看，移动端专享的 GPT 4摸摆也很好用，关键量大网饱。那些不花钱的普通账号能不能体验这个 GPT 4摸摆呢？很遗憾，我拿普通账号试了试，毫无动静。看来 OpenAI 并没有从服务器把 GPT 4摸摆相关模型扔回来。结语有一说一，这个脚本确实好用，对于没有苹果设备或者更习惯官网对话的小伙伴们来说，真的很友善。虽然这个脚本是拦截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并加以修改是透明的，说到底毕竟是把手机端的福利搬到了网页端，咱们也不知道 OpenAI 啥时候会发现这个漏洞并把它给修复了。至少我问 GPT 4摸摆，人家就随便扔了几个解决方案，所以说且用且珍惜。当然他这边也讲了，还没有用上 GPT 4的小伙伴，甚至还没有用上 ChatGPT 的小伙伴，建议试试免 VPN 也免费的 Cloud 生成效果嘛，我的感觉是比 GPT 3.5 好使，差 GPT 4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那么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内容，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也可以给我点个赞。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们，以帮助他们解决使用 ChatGPT 的问题。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关注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